来，尝尝。多谢。怎么样？真是好酒。小兄弟，以后常来啊！你懂我的酒，就懂我的人。哎，那疯丫头今天怎么肯放你清闲了？县主说他要去大理寺，让我在这儿等他。啊？他还来啊？啊！老爷！啊！救我！怎么搞的？怎么样？和恒王中的是不是一种毒？一样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中毒骗我尝啊？浅尝一下，那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有你给我的救命神药，万事无忧。县主找到他们下毒的方法了。找到了，但还缺一个人，一个给他们提供毒药的人。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没有记录了。果然是过去太久了。多谢枭雄。给我也看看呗。找到那根线了。看手相还能看出这个？丝产线。这个我有印象。之所以叫丝产线，是因为它以丝绕丝而成立性极佳，用在琵琶、阮弦这类乐器上做弦。不过民间多用长弦，只有富户或者宫里的教坊司才会用这种丝产线。王才女先前就在宫中的教坊司。县主是如何发现阿好是女子的？方才与她过招时摸到手腕便确定了，女子骨相与男子不同，这是伪装不了的。但我知道，太史丞早我一步。我是通过她起身的方式发现的。小兄，所以我们谁赢了？县主先抓到的人，自然是县主赢了。萧兄先选对了人，还是算你赢。
那就算平手。王才女的病历记录不能带书，我都抄下来了。就这些？这一页纸就是她半年来看病吃药的记录。果然未有身孕记录，风寒身故。一个人活了20年，只留下风寒身故这4个字。负责他的医政怎么说10天前回乡省亲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直接去问问王才女好了。哎，特意安排的，这才像样。皇陵重地，不得擅闯。你看我像是擅闯吗？福昌县主，这位是王才女的表亲，娘子因年婚事，身上费尽心力才找到她的亲眷，并特许她前来拜祭。娘子已经入殓，不日就将下葬。若是吊唁余归，县主还需有许可才行。圣上悲悯，王才女听眷就是许可。哎，爆花易燃，要小心火烛。是松木的爆花，防潮除味。不过天太热，放这些也无济于事。死前遭受痛苦，面部狰狞扭曲，尸体才会呈现出这样的表情。请孝兄帮我记录：双目圆瞪，牙关紧闭，肤色发青。看来王才女的病历没有如实记录。不是死于风寒。风寒而死的尸体，肤色微黄，眼睛和口部都是紧闭的。还好有冰块降温，尸体腐坏不算太严重。尸体上没有明显的伤痕或是击打的痕迹，但皮肤上布满了红点，笔者不像是表面的橙色，像是皮下的出血点。我还以为县主买腊梅饼只是为了祭拜呢。如果只是皮疹，热敷之后不会有变化。是外伤还是中毒？舌底发黑，是中毒。已经开始腐烂了，摸不出什么。看来王才女是死于毒杀。这种毒症状特别，若不验尸，恐怕根本就不会发现。但根据那2位工人所说，王才女生前并未结仇，何以会被毒杀？想要杀人，仇恨不是唯一的缘由。作战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，
那一家。这边。太史城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舟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城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太史城不会功夫了。贯彻班，进马营。县主。买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，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滚！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！啊你！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慢走。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，救我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卖鸡啦！哪个扫人心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吵吵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对啊！这。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那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放贷，哪儿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没，胡大，胡大！人趁乱撒上去的。
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城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城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县主可曾见过这样的标记？我在那人的板车上见到的。县主常在宫中，可曾见过？是进房，宫中进房的板车、木桶上都有这样的标志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解释得通了。进角宫常年拉板车，足印前深后浅，能够自由出入皇宫，身份地位不会被人注意。而且清角宫多用熏艾来驱除味道，太史城果然厉害。县主，冒犯了。有线索了，跟我去抓人。县主，你怎么众目睽睽之下和太史城牵手啊？太史城掐指神算，这不就把凶手的方位找到？掐指神算是掐别人的手吗？县主，清角宫中有没有一个平日里独来独往，衣服从头遮到脚，喜欢戴着兜帽的人？回县主，定是娄绰无疑。他人呢？这会儿因是出宫去送黄金土了，就在城东郊外。要不要？大叔，可认得一个叫娄绰的人啊？不认得，干这行的不问姓名。他是宫里的内侍。来卖货的10个有9个都说自己是宫里的内侍，就为了多卖几文钱。但咱可不傻，看货定价。就是。干活了？我们话还没问完呢。这位是真正的贵客，可不敢怠慢。他卖的全是纯正的宫里货，那都是上好的肥料黄金土。过去看看。好。娄绰，娄绰，老大，玲珑草。别让他跑了！跟我回去。对自己这么狠。
也跑不掉了。县主，本人要去哪儿？内业局的牢房满了，劳驾顾司职把人押回大理寺吧。县主，你是要把案子让给大理寺啊？借用一下大理寺的大牢而已。哦。娄绰身上也有这样的皮疹。先前从死者口腔中发现的那块硬物，用热水泡过之后，发现竟然是姜片，为何会有此物？清剿工常用金丝枣塞入鼻孔，口中含姜片来抵御臭气。韩笑生前很可能和娄绰在一起。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般真的可以吗？这样他一不能自杀，二不能逃跑，我们香喷喷的不用受罪，不好吗？县主开恩，让你在热水里舒舒服服的泡着，还不赶紧交代？哎，你那今日由我来审办。太史臣请。胡达在后宫放贷借钱，又贪财好色，对他有怨气的大有人在。你杀胡达是因为欠钱还不上，不是因为钱，那是因为女人。你恨那个女人，不，你爱那个女人。你因为爱她，所以对她恨之入骨。可你身份低贱，又脏又臭，她看你就像看苍蝇老鼠一样避之不及。你越是想接近她，她就离你越远。不过都是在宫里伺候人的，谁比谁高贵，谁又比谁低贱呢？一个女人而已，该杀。胡达长得比你英俊，有钱又大方，你喜欢的女人喜欢他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他。你恨他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杀！太史丞，你何时学会的审讯啊？并不会，只是模仿皮毛。只可惜，胡达没死。你真是没用，得不到喜欢的女人，也杀不死嫉恨的男人。胡达好好的活着，还会有很多漂亮女人喜欢他。可是你呢？你喜欢的女人死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说清楚怎么杀死韩晓，我就给你一条生路。让你杀了胡达再死，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会给你一条生路，但是是一条生不如死的路。你自己选吧。好，我说了，你敢如实上报。这世上我不敢的事可不多，你可以试试。县主，娄绰啊，你个人言狗嫌的东西，好大的排场，竟敢耽搁县主这么长的时间！如今证据确凿，罪行昭昭，还不速速从实招来？县主真是别出心裁，选了这么特别的地方审讯。娄绰，还
还不快说！韩笑是被我挤进墙里的。县主，我没事，你们休息吧。是太史丞来了。进来坐。说完就走，不扰县主兴致。自打御书房走水，县主一直告假不出，我想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了。我打算把灵符归还圣上，也来跟县主说一声。喝一杯。我昨日在西市见到碧柔了。他回西京了。对。但他看起来很奇怪，不想让你看到。是，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。他是有良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就会活得很累。那你呢？我看太史丞是够累的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空手来的，还不交出来！老鬼头知道你要来找我，肯定会让你带着透花刺。走吧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使用卢振烈。我阿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香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振莲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长安大补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
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斯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史丞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你今夜来同我告别，也算有始有终。这大半年，感念太史丞相助。夜深了，我不送。县主，你可以说圣上是在袒护那些人，但圣上也确实是用按下真相的方式保下了你。或许在圣上那里，正义被伸张的方式不只有你认定的那一种。怎么说的像是我不懂事了？内斯伯、五人、顾司职，还有我们都是和你一起的。跟我一起只能被拖累。你这灵符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县主还是信不过我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太史丞，我敬你。现在，县主可以信得过我了吧？我与吴灵符可以归还，愿与县主共进退。其实县主与平日表现的并不相同，与旁人所说的、所想的也完全不同。萧某不敢说多了解县主，但还是知道你的为人的。多谢太史丞。叫我太史丞，那就还是信不过我。萧兄，你不是无情，你只是不喜欢掩饰。谁还没有不光彩、上不了台面的心思和故事呢？
县主，你不隐藏你的小心思，更不显摆你的善良，这一点，我敬重你。干杯！小兄，你喝醉了。项我确实喝多了，先告辞了。居然用了交心曲，可怜的太史丞啊，一定是跟你掏心掏肺。我也掏心掏肺了，你没心没肺。你这是给太史丞骗成什么样了？太史丞玲珑心性，能被我骗？太史丞，啊不，少兄，户部侍郎杨尚礼府上有命案，我们先走一步。你收拾好了就来找我们。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15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
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你没有去面试。怀瑾平日都是在太史局值守，很少回家，倒是让县主扑空了。不妨事，夫人做的透花瓷比宫里的还好吃，我没白来。县主喜欢透花瓷。小时候总爱闹脾气，非要吃到透花瓷才能好，软糯香甜，吃完熨天便什么脾气都没有了。夫人身上的味道和太史丞所用香囊不同啊，那香囊是专为他们父子2人所制，我自用的熏香是以花香为主的。夫人竟会自制熏香？把我的熏香拿来。这些都不是太史丞所用，他们的用完了，还没有做。这些香味儿，没有县主喜欢的。太史丞的香囊里有檀香和没药，我很喜欢。端王妃
也喜欢男子用的熏香。那年的上元节，怀瑾是在太史局值夜，没有回家，是我和郎君陪着萧老夫人过的。老夫人习惯在上元节守夜诵经，午夜时才睡去。那晚郎君本有公事在身，却因恪守孝道，只得陪着老夫人熬过了子时，才匆匆出门。子时，次日一早，郎君回到家，我才知道发生了大事。15年前我太年幼，那晚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有些事不记得了，也是福气。你到底还是来降服了？不来怎么找凶手？你要是能在这儿找到凶手，我叫你师父。为何不行？你果然有事瞒我。啊，对，我瞒着你，在醉仙楼喝了好酒，哎，我还吃了一盘上好的红烧羊肉。查到了什么呀？看来是什么也没查到啊！我猜啊，15年前上元夜，萧府就根本没人去过段王府。排除嫌疑，也算有所收获。裴爷，放下吧，太过执着只会草木皆兵，扰乱心智。原本清晰明了的事，也会变得难以琢磨。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，我还能相信谁？放心吧，当年是如何说的，如今还是如何说。阿娘觉得他是真的忘记了吗？县主聪明玲珑，今日前来，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这熏香。若他想起，便要设法应对；若没有想起，便要阻止他想起。县主在这里没有问他想要的答案，恐怕也不会再来。多谢阿娘，凯儿先回太史局了。你阿耶就要回来了，见个面你再回去吧。不必，今日之事，也不必告诉父亲。
孩儿先回去了。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我还当是夸大其词呢。圣上，你看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，倒像是水珠一般。此花虽不似牡丹雍容华贵、大气坦荡，但却娇俏妖娆。这香气嘛，也是若有似无的，让人忍不住一再靠近。难怪叫做百媚生啊！哎呀，圣上，这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。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圣上，送淑妃回宫，快！送淑妃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！兴庆宫之中，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！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，老奴帮您烧了吧。有劳。快！侯远，官爷这是在找什么？奉旨查案，都让开！欺负我们内局没人吗？拿下！疯丫头在哪？侯远。
老大。谁干的？是他把县主推下去的，不关我们事啊。放了他，其他人带回内业局，等我亲自审。多谢县主，多谢县主。再去查查还有没有什么暗道或小门，一个人都不能放走。是。去库房。是。上钩了，还有1万手环。把账本伪装成这样，胡达还真是别致。好多宫女都和胡达借过钱啊，而且利息奇高，以宫女的月俸根本还不上。这些人不就还上了吗？名字都被划掉了。但这入账记录里并没有那些人的名字。找到了，韩笑的名字也被划掉了。难不成真是让他们做工还钱？我去查查这些人的下落。秀红楼和孙府南辕北辙，胡达那天根本没时间给孙府送账本。这么看来，秀红楼必然和孙之望有关。滚啊！滚啊！哎！主家莫怕，主家莫怕。屋内并无异状，伙计们在院中四处也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是胡达，胡达回来了，满脸是血，还咬我。我的桃木剑、护身符呢？快，桃木剑、护身符，快！主家，桃木剑来了。雄黄酒，雄黄酒，酒！主家，这外面电闪雷鸣，让主家做噩梦了。不是做梦。去，把今日那位县长给我叫过来。带我去见你们主家。那日在醉仙楼多有怠慢，请县长莫怪。死者与你有夙愿未结，我也是冥冥中受指引而来，孙公不必忧心。清朗正气存，阴晦邪魅动。此非非此错，愿酒，酒愿生。这是何意？孙公近日生意上有些麻烦吧？死者之死，并非因他命中之劫，而是因孙公某处产业阴气过重，压制气运，先是波及子女，随后再伤及自身，须得寻根溯源，方能破解化煞。县长可否算出是哪处产业？
孙公心中既已有答案，又何须再问我？速备马车！主家，这位童子，可否摘下帷帽，让我们一睹仙容啊？我这童子，多少有些不便。从未见过仙童如此打扮，实在好奇。此童子眼睛天生奇异，不辨识人，惊扰孙公了。是让奴才冒犯。廷尉，太无礼了。县长，那我们出发吧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后不久，太史丞就来救我了。当时可看到附近还有什么人？县主不是意外落水，只是好奇，跟着我的工人去哪儿？周围肯定没有旁人，否则轮不到我来救县主。县主靠这么近干什么？在想应该如何报恩。不必了。如果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，以大理寺之名贸然提审这3人，还是有些困难。权贵之家一般都注重颜面，贸然登门，还是双方都不大好看。云垂楼的腊肉正好喂，5人去订上3间上房，我随后就到。县主怎么突然想吃腊肉了？县主的意思是以他的名义给3位贵女递拜帖，约在云垂楼，当做寻常问话，低调体面，兴许能少些风浪。拜太史丞去哪？凶手能够堂而皇之的将火药运进皇宫，却不被发现，定是有些本事。我去查查。尚书府人多眼杂，县主担心。这腊肉不错，三娘昨夜可见过崔九娘？是县主说要与我聊聊天，怎么把我当犯人审了？三娘怎么还矫情上了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回答便是。昨日阿娘一直心悸，硬叫我在家里陪着，外面天大的热闹都不肯放家中女眷出府，我连宫里的灯影都没见着，怎么会看到曼书？那三娘知不知道崔九娘为何会去延寿坊？
他先前可曾向三娘提起过？城东的贵女们都说，踏过朱雀大街往西一步，身上的贵气都要少一分的，更别说延寿坊那种鱼龙混杂之地，曼殊绝不会去。那三娘知不知道，她与15公主之间究竟有何过节？不清楚。贺兰不是也来了吗？你去问他，他与曼殊最亲近，有些话曼殊不会告诉我们，但贺兰都知道。苏合香，真好闻。宫中惯常用度，都是在每日因正时统一入宫。太史丞要查的这几日，除了每日用度，就是回纥王子来送进献的礼品，还有右相府和武库令送给淑妃的新年贺礼了。周小娘子，武库令每逢年节都会给淑妃送贺礼吗？往年只有淑妃生辰时才会送一车，新年贺礼今年是头一回，而且送了3车。崔曼殊遇害，与我何干？我要回家。你们不是姐妹情深吗？她是右相侄女，众星捧月；我不过是个喜欢舞刀弄剑的武将之女，不是一路人。你阿耶养右相鼻息，当女儿的为了阿耶的仕途，与九娘搞好关系也情有可原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就连那王三娘都说崔曼殊与你最好，好多知心话都告诉你呢。我一向以为县主玲珑通透，竟没想到也是个俗人。多说无益，告辞。老辈。你说的对，崔曼说生性张扬，好欺凌弱小，是自然。我本不愿与其多往来。有一日，阿耶从右相府上回来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右相听闻我生性孤傲，不愿理会九娘，惹得九娘哭哭啼啼。他便请我阿耶去府上解开误会。其实哪里有什么误会？不过是想让我阿耶表态，好好管教我，和睦相处，姐妹情深。那晚我阿耶不断赔罪，醉到呕血。阿耶不愿让我为难，是阿娘忍不住，求我为了周家的平安，做样子，也要和崔曼殊当朋友。愣着做什么？给我们倒点水，再把糕点端上来。他哪里需要我做他的朋友？不过是想让我过去被他欺辱。为了阿耶，我也只能如此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只因他在羞辱我之时，我没有赔上笑脸，竟也要遭到他的记恨。那时是崔曼殊生辰，我阿娘提早定制了一件猩红的狐皮大氅，想要送与他。九娘，这猩红狐皮十分难得，贺兰找了好久才凑出这么一件大氅，希望九娘岁岁红火。周大娘子，这毛领子摸起来很软呢。九娘。
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不要为难我阿娘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长辈，我替她磕200个，磕给你崔家，祝你们崔家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哎呀，贺兰。 我会的多了。初10那日，周家送来的年礼只有2车。这出入计部有1人记录，1人核对，还有1人复核，不会有差错。这条叫官鬼线，吉处福凶，胸中有疾，平生敬贵，是非难免。就算事先知道命运又如何，还不是要熬着自己过下去？不必看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贺兰啊，你与崔曼书禅院未尽，仍有秘密郁结于心。胡说！我不同你胡闹，我要回家。我做的又怎样？崔曼书的死和我没有关系。我昨夜回府后，便与阿耶练剑道子时，周家上下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周小娘子与崔曼书之死无关，那15公主之死呢？我查了宫内这个月出入记录，初10，周家进献淑妃年礼3车，可淑妃处那日入库记录却只有2车，有1车东西从宫门到淑妃宫里的路上消失了。巧的是，有人看见周小娘子押着1车东西去了偏门。至于这车中所在之物是不是火药，那位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。不必了。15公主的死，我确实脱不了干系。崔曼书与15公主结下梁子，这是我与母亲受辱大人。快一点，不要耽误我的生辰宴开席了。等一下，15公主也在，先起来。这清礼很新鲜，刚刚九娘就招待了我们好些，圣上跟淑妃也很喜欢。只是圣上从未问过，这清礼的礼是什么礼？九娘的一番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只是圣上都如此宽宥，九娘也抬抬手吧。
既然15公主求情了，那这番我便饶了你。看什么看？怎么还不开席？蠢笨东西！带着你阿娘回去梳洗一番，今日也都累了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15公主救了我们母女，也给足了崔曼淑颜面，可崔曼淑却将她视为眼中钉。她一边继续欺辱我，一边想法子报复15公主。有一天，她好像突然得知了15公主的什么秘密，每隔几日都要和王昭二人偷偷议论。15公主做出来的事儿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去院子里采些鲜花过来，这屋里的花都败了。他们说这些是从来都不带我的。